Hello， 大家好，就是關於上次有2個專業換瓦的人在我們這裡來自己招攬生意呢，然後大家就在評論區提醒我們不要上當受騙了，因為如果像他們那種上門的人的話，就很可能是騙子。其實不是的，因為我們問他了，就是因為那2天是下雨的話，他們就到上面來捡菌子呢，就看到這裡有老房子嘛，就順便來問一問。之前我們也是跟他說了，就是關於房子矯正的問題嘛，然後大家就很關心我們，就說還是要小心為上，因為房子換瓦片這個問題它不是小問題。然後我們跟大家說一下，我們呢的瓦片是已經叫了我們小姑父他們來做的，就是矫正的問题。因為上次我們問了一下我們小姑父他們矫正的話，能不能一起給他矫正？他說能，但是呢他們不会。就是他們的话可能要請其他人，请其他也是他们认识的人来矫正，但是这個費用的話就是需要另付，可能也是和那2個人說的差不多，也是可能2、3千塊錢。但是我們這邊如果2、3千塊錢矯正的話，我想應該是不可能的，對吧？因為畢竟矯正一套房子它的費用還是蠻高的。然後呢，今天是天晴嘛，我們剛剛就打電話問了一下小姑父，看他這2天有沒有時間來趕緊把我們的瓦片換了。然後呢，他說他看了天氣，後面2天又是下大雨，哎呀，真的是討厭死了。才晴了今天1天，對不對？對，昨天是陰天嘛。對，2天時間又要開始下雨，我真服了。我感覺我們的這些瓦片放在這裡，還好它不是那種易碎的瓦片，對不對？要是易碎的瓦片的話，它早就碎了。對，這個你看這些瓦片好像往下倒了一些，是不是？沒有，之前也是這樣嗎？對，也是這樣的。然後大家還在提醒我們要時刻注意這些瓦片有沒有人拿走啊。其實在我們農村嘛，沒有人會拿走這種瓦片，因為這瓦片很重的，它一坨就相當於是1個磚的重量，而且少量的話拿去根本就不起什麼作用。對，而且如果不專業的人拿去，他都不知道這個瓦片是要怎麼蓋的。像我上次回老家也是學習蓋瓦片的時候呢，那些瓦片全部都從屋檐上掉下來了，砸碎了。所以這個如果不是專業的人士，這瓦片拿去其實也沒有什麼用，對不對？確實是，這種瓦片你只能用在房頂上嘛，對不對？對，但是我們這些有拆開的。有拆開的這種瓦片，對，這個質地還是挺好的。對，大家也看了它裝上去的效果是什麼樣的。我們老家的那個瓦片就是這個瓦片一模一樣的，裝上去的效果還不錯，對吧？挺好的。我們也是要時常來檢查一下這些瓦片的，因為看了有一些它是那個繃帶是拆開的，像這樣拆開的有些就不太穩固。你看像這裡也是拆開的，直接隨手一拿，但是這個應該沒有被拿走，不會有人拿這些的。對，上面也沒有多少人，他們拿去這個也沒什麼用。對，就是這些方條。上次大家不是建議我們下雨了，這些打濕了，建議我們給它扛下去嗎？我們打電話去問了一下，他說不需要扛，這個不影響。那上次也是當場就問了，不影響的，因為他們要換的話就直接從後面從這裡就傳過去了，而且這裡傳材料的話是非常方便的。對，看我們的這些方條全部在這裡，還有這個柱子也全部在這裡。如果他們換的話是從後面換，後面就直接傳到我們的後屋檐上面去了。蓋瓦呢，其實最麻煩的一步就是這些材料的運輸問題。對，但是我們這裡運輸材料的話就很方便。對，我們直接搭個架子到屋頂上，是不是？對，就直接上去了這塊。我們最主要的是感謝大家對我們的提醒，就是不要任何一個人都要去輕易的相信他。其實有防範性還是好的。對，也是不容易，不要輕易的上當。這年頭騙子也不少。對，有些工程他來主動給你推銷是吧？然後你把那些款項啊一付，他人你就找不到了。对，那就白白吃虧。到时候我們這個
蓄水桶呢，我們打算給它搬到那邊去，就是我們那個衛生間的樓頂上去。因為我們把这一桶水給它用完了之後，就不打算繼續在這裡面放水了。因為之前我們說要放一個不鏽鋼桶，重新去買一個。然後呢，也看到大家給我們說，將就這個桶就搬過去了，也不用放在他們的林子裡面。然後這個水的話也是自然流水，搬到那邊去了的話，那邊是最高處，兩邊都可以通，對不對？对啊。到時候我們就把那個水接到這邊，接到那些衛生間裡面就很方便了。這個提議怎麼樣？2處供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可以啊。我們把這一桶水用完了之後，就給它換過去。而且還有就是為了他們騰位置，有這個桶在這裡也不是很方便，對不对？對呀。他們到时候來的人可能有5、6個人，5、6個人換瓦的話，肯定是很不方便的。对，我們要提前把這些位置給他們空出來，讓他們有方便的操作空間。對。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在想，他們到時候換瓦片，他們不會一片一片的拆，他們就全部是一腳蹬，就是全部推。对，全部推下來就砸碎了。我在想，他們來換瓦片的時候，我們提前1天就自己去把一些瓦片給它卸下來，卸一些好的瓦片下來，怎麼樣？也不是不行。如果我們那個廁所不是現在還不拆嗎？是不是可以到時候用那些比較好一點的給它翻修一下？翻修一下我們的牛圈。因為畢竟我們裡面堆的有柴火嘛。對，這也是可以。對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來。也得看天氣，這個天氣不賞臉也就沒辦法。對，我們這個房子已經延誤2個月了。從我們叫我們小姑爺來看我們房子的情況的時候，到現在可能真的有2個月了吧。我們的材料都拿來這裡半個月了，結果現在還是遲遲不開工。對，大家可以想象我們貴州的天氣真的是很不如意啊。你想做什麼的話，除非你是做室內的，你要是做室外的話，那根本就是要看天氣了。对，天气不好的話，那就真的沒辦法了。但是我們換瓦這個工程的話，迫在眉睫。我還看到大家有說，不如就全部推倒重建。但是我們是資金有限啊。之前我們也想過給他，像李俊他們下面一樣維修，但是我們資金有限，我們就僅靠着最重要的部分去修繕，對不对？对，能夠讓它不漏雨就可以了。而且我們這個房屋其實怎麼說呢，它也不是很破。說破也不破，說破也破，但是呢，住的房間還是有的，對不对？對。我們住的房間的話，相當於是有2個房間是完全不漏水的吧？下雨天就是我們之前那個卧室前面的一個客廳，全部都是上面用篷布給它蓋起來的。下雨的話，它是不會漏水的，但是其他房屋的話，不漏水的地方，它就會飄進去一點。其他的話都還好，主要是我們這個房子它可以住人，不像之前他們那個房子一樣不能住人，對不對？大家其實從這個瓦片的狀態呢就可以看出來，我們有些地方還是漏的比較嚴重。對，只不過客廳和臥室那塊呢，因為之前我們提前掛了一個篷布在那裡，所以內部的話是不漏雨的。如果下大雨的話，你看那些瓦片。間隙比較大的地方就很容易有那個水流滴下去，這就很不好了。所以翻修的必要呢也是迫在眉睫，是不是？對，其實我們這個房子的條件還算是挺好的，因為之前不是給奶奶他們安裝路燈嗎？我發現放牛爺爺他們的那個房子啊，有一間房子怎麼說呢，四處漏風，而且是用那個木板給它隔出來的，用木板做墙壁，而且那個木板呢就定得很稀疏，不像我們就是有一些好的房間裡面很密的那種定的，然後裡面有一些也是那種沒有樓板沒有地樓，就是泥巴地，然後單看房子的話，我們的房子肯定是沒有他們的好，但是看房間的話，我們的房間還是比他們要稍微好一些的。对，至少我們有些木板呢，還是
怎麼說密不透風的，還是吧？对，不透風。